现在普京和他的团队要考虑了，如果北约真的参战了，俄罗斯该怎么办？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民，欢迎来到包民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说北约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俄罗斯可能要面临更加严峻的战争局面。俄罗斯军队从基辅撤军以后围绕乌克兰的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变化。4月8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乘火车前往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并且与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英国首相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基辅，和这个泽连斯基在大街上大秀了一把。乌克兰不但重申要加入欧盟，还更加高调地宣布一定要加入北约。与此同时呢，美国怂恿其他的国家向乌克兰军援重型装备。塞浦路斯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建议，将自己前期从俄罗斯购买的装备转让给乌克兰。塞浦路斯手中现在拥有超过50辆特巴林坦克，是1990年代后半期或2010年代初从俄罗斯采购的，而这个特巴林呢，正是乌克兰陆军喜欢的型号。还有报道说，斯洛伐克的总理爱德华·黑格尔表示，斯洛伐克向乌克兰提供 S-300 地对空导弹系统，他自己将换装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导弹。而英国国防部长本·华莱士说，英国正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猎犬防雷车。这些军事援助还不包括美国在2023财年的军费开支中打算向乌克兰援助的新一轮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防空导弹。这些援助到位以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肯定会有新的变化。当然了，前提条件是乌克兰军队还要存在。胜利是没有替代品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前期表现不好，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乌克兰不但从和谈的立场上后退，而且还加紧了攻势。4月9号发生在克拉马托斯克火车站的导弹袭击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乌克兰方面到底是为了打击军事目标发生了误射，还是为了杀害平民嫁祸给俄罗斯军队。但不管怎么说，乌军在今后一个阶段里面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进攻态势，恐怕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乌克兰以外，西方有关媒体已经开始造势，认为俄罗斯从基辅撤军标志着乌克兰战争进入到第二阶段。这个说法是大有深意的预示着北约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很大的转变。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迹象有这么几个：北约在战争初期仅仅向乌克兰提供单兵的反坦克导弹和单兵的防空导弹这一类的轻武器，但是从4月6号开始，随着捷克向乌克兰提供第一批坦克和步兵战车，北约正式开始向乌军提供重型装备了。这是从物质上支持乌克兰转守为攻。目前俄罗斯的战场状况并不理想。俄军和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民兵所占领的区域实际上是一个围绕乌克兰东部边境的一个半包围，战线很长，纵深很小。如果被乌克兰军队穿插分割打反击，风险还是很大的。另外，北约直接加入战场的可能性在增大。4月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俄罗斯空管部门向塞尔维亚通报，有一架北约战机利用民航客机作为掩护，短时间进入了俄罗斯领空。目前还不知道这一架美国飞机的具体型号是什么，但是它既然能够被俄罗斯的空管雷达发现，应该并不是隐身型号。很显然，美国已经开始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来进行试探，后续会不会出动有人以及无人的隐身型号，进一步试探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的能力，这是很有可能的。考虑到4月1号乌克兰直升机对俄罗斯石油设施进行了空袭，俄方没有能够及时的反应，说明俄军的防空体系存在着一定的漏洞。美国真的要是派遣隐身战机投防的话，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必须要面对更加严峻的局势了。现在普京和他的团队要考虑了，如果北约真的参战了，俄罗斯该怎么办？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